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现在中日的敌意关系持续的升温，甚至中国直接喊出来了：“我有权利直接对日来动武。”这句话让大家真是毛骨悚然，想说现在情势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吗？而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中国的风向机胡锡进却发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这篇文章现在引起大家的讨论。胡锡进怎么讲？他说：“对，当前的对日斗争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有的讯息夸大，说的是虚浮，实际效果就不是这一场斗争的支持贡献。”最后一句话最重要，他说甚至会产生低级红、高级黑的作用。什么叫低级红、高级黑？就代表有人想趁着这一波抗日的声势，顺便要来搞习近平。而就这么刚好的时候，你看到中国的书店，我们都知道中国书店的第一排一定是放畅销书之外，中国的圣经一定要摆在这里。中国的圣经是什么？当然就是习近平所写的一大堆的书籍。这一大堆的书籍放在这里，那也就算了。没有想到你往上一看，竟然发现一件事情：低至一折起。你今天书没办法卖出去，那也就算了，我们都知道会折旧，但是你怎么会把习近平的书跟一折放在一起呢？甚至在这错误的背后，有人想借由抗日这件事情来搞习近平，这就是胡锡进突然发出这个文章，小心低级红、高级黑，因为有一股势力蠢蠢欲动，要让习近平从国内到国外，他的地位完完全全搞垮。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专栏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世聪，我们今天看到了中日，真的没有降温，一直在升温。心想，这真的好像一副要打的样子，因为你看哦，中国说什么？中使馆以联合国宪章呛，我有权直接对日本来动。心想，这已经非常非常凶了。结果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之下，非常怪，胡锡进，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中国的风向球，对，他突然发了文章出来说，请各位官媒要小心，你有些讯息会引导人民做错误的事情，甚至要小心低级红、高级黑。这我毛骨悚然，他想要暗示什么？有人想趁着这一波来弄习近平吗？对，没错。目前为止来说，中日两国的这个情势紧张啊。可是呢，赵和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调里面来说，高市早苗的民调已经来到72%，反而越跌越打它越涨。好，但是在中国内部来说，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看中国内部，有人到中国去玩，根本完全不鸟中国的这个所谓旅游警告等等一类的。好，我们讲中国现在是真的没有退让。你看之前的禁水产不让你吃牛肉，然后陆客都不来之后，现在最新的动作，你看。12条航线全部取消，目前为止不让它飞到日本了，是取消哦，你想去都没办法去，就全部取消。好，另外是什么？中国甚至他们还写了一个信呢，到联合国去，他说引这个联合国宪章说，我们有权直接对日本挑战，动武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送到这个联合国去之后，你看日本说什么？日本说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敌国条款，这个目前已经过时的一个状况，所以看起来的话，中国是真的没有要降温哦。好，中国没有要降温的时候，照理说。这时候应该是中国军民统一在一起，那民众也是这个统一在一起，这个中国的领导之下，就没想到这时候胡锡进突然发了个文章，他说什么？目前的这个对日斗争很重要，但如果有的信息夸大，然后虚浮，那实际效果就不是这场斗争的这个支持贡献，可能会成为干扰，甚至会产生低级红、高级黑的错误的作用。他很奇怪，突然讲这个说什么？有人就趁机来就乱报一些消息，乱打一些消息，他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会干扰所谓的对日斗争的一个动作。好，那于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这个书店就出现了一个他所口中的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这个动作。对，什么动作呢？我们知道这是谁的著作，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习大大，对，习近平的著作，对，各式各样的著作。你看，这可是中国的圣经，对，海景第一排一定要放他的书。中国这几年最畅销的书就是习近平的著作。好，习近平的著作，既然是伟大的领导人，看到他要敬礼的时候呢，你往上一看，第一字一折起，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著作，怎么一折啊？
你这样卖，习近平的说你卖1折，对啊，你头要掉了，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才跟你讲，目前为止，中国的确出现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状况是怎么一回事。明明是应该要大家齐心，要抗日，要对日斗争，但是看起来的话，还是有些人呢在乱放一些错误的消息，在干扰，如同胡锡进说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一个状况啊。石总，低级红高级黑到底有多夸张？你看到这个人，宇轩的偶像。马保国，对，我心想，他沉浮这么久，他潜伏那么久，对，竟然为了抗日这件事情，他竟然拍影片，他讲话了。对，最近马保国也出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网络上了，他就出来，然后什么？哎呀，我们最近的这个，他说日本的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论，甚至扬言要对日抗日，而且杀气充满全身。他们听错，杀气充满全身。对，你看哇，杀气充满全身。然后他说什么？日本呢不自量力。公然支持台独分子，然后挑衅我们伟大的祖国。他说听到这个时候就怒发冲冠，然后复仇的杀气充满了全身。如果有人再到日本旅游的话，是不是忘记了他是个中华儿女？他还说我自己是解放军退役的，哇，这样讲哇，这个气势都出来。可是大家说不对吧？你在网络上，大家就是术语，就是你讲什么大家不相信，对，你那时候造假说你有什么是闪电5连鞭，结果没想到被人家一拳就击倒，所以大家想说，你这是出来乱吗？马保国是什么？就是低级红啊，对啊，出来乱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好，那除了这个马保国之外来说哈，另外还有一个人，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光明日报》，就《光明日报》其实也是有官媒的这个色彩，他就 po 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署名是什么？副总编辑的这个陈品高署名，他署名在这边哦，你看，请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这里面当然是讲到说他们要这个回击这个所谓中国日本的挑衅。对，他说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文章说我是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那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我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太感动了。对，这个跟抗日有什么关系啊？他就说，因为我对这个高市早苗的对台有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有点太生气了，所以我现在我每个月要多加5个班，就这个。大家觉得奇怪，然后网友就说什么？你无偿加班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你把无偿加班包装成爱国反击啊，然后他就说这种是不是低级红高级黑啊？对，然后就有说有人呢仿佛让人家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啊，然后古木话术版本太老一个状况。他说怎么可以？他说还有违反劳动法的一个状况，然后还要求作者是不是跟日本的这个间谍啊？这篇文章甚至说什么？你刚刚讲副总编辑陈品高被形容说什么？你是不是日本间谍？讲到日本间谍这几个字，惨了。于是你现在去看的话，这个网页已经不在了，所以就说呢，删掉了。对，原本是说要说，我们为了伟大的祖国，号召大家无偿的工作，加班5个小时。可是大家讲完全不鸟，因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他们原本加班能不能领到加班费就不知道。你看他们多加5个小时，他说我发疯了还是这样，所以他们现在都不愿意这样。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胡锡进口中说了干扰了。抗日斗争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还有一些也是网络上的消息。你看说什么《农民日报》？这《农民日报》也是中国的，有一点官媒色彩。他说什么？高市早苗，日本人没有米下锅啦。有没有听错啊？你说日本人没有钱，没有连米都没有了。对，那他说什么？这标题会有人信？他就说日本老百姓正为填饱肚子发愁，5公斤大米约198元人民币。普通一个家庭呢，吃一顿饭都成了饱饭，都成了问题啦。对，所以他这个文章就这样子哦。好，那吃不起饭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去调查。他说日本的第2大城市 Osaka 就大阪，然后清洁工的一天工资是8333日币，对，那折合人民币是400块人民币。然后400块人民币的，他说他们的购买力是多少呢？他就直接跟你讲，购买力是鸡腿7个，然后五花肉1斤，虾仁400克，鸡蛋这个所谓鸡蛋呢，这个10克，纯牛奶2升，小辣椒6个，上海青这个2个，苹果6个，小洋葱6个，去叶的这个芹菜1颗，然后1/4的大白菜，香蕉4个，然后10斤大米。重点就是这个10斤大米。对，人家说什么？他上面说什么？5公斤大米198元人民币。没错，吃饭成问题，人家一个清洁工，对，我不是瞧不起清洁工，对，是他今天特别用清洁工这个所谓的薪资过来看，是没错，人家可以买10斤的大米，而且最妙是什么？拍这画面的是谁？
是当时我们谈的被消失的护城风。对，没错，你看他就这样拍。那我们跟他讲了，这个一天的400块人民币呢，我们就讲，我们曾经说过，李克强说什么？很多中国民众来说，根本月薪都还不到这个几百块人民币嘛。哎，人家一天就超越你400块人民币，你还在那边担心你这个赚的比人家少，你还担心说人家吃不饱。哎，各位啊，你先担心你自己吃不吃得饱的状况嘛。所以你看他就这样，马上就把它拍，你看所有人能够买一天能够买的这么多东西，赵尔，你看这么多东西，你觉得他会吃不饱吗？大家都完全看到护城风的影片之后啊，农民日报你在造假。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讲嘛，哎，现在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就发生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写了书，就没想到在网络上或者说在书店被卖到1折的时候，我也会很心痛啊，对不对？为什么？你也会痛？当然会痛啊！你看为什么？哎，我这么辛辛苦苦写的书啊，你看他说。这个当下中国各大书店耀眼位置，能看到一排以习近平名义的这个书籍，封面闪闪、金光闪闪，然后定价不菲，他却常常看到落满灰尘，还有灰尘。对，然后还说什么习近平什么谈治国理政啊，然后习近平著作选读啊，然后打出1折的这个牌子，就没想到他讲了这样最惨的叫依旧无人问津。所以就没人被看啦，就这样一个状况啊。而且你看到他说，为什么这些国家宝典还给他一个这引号，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我想啊，这个可能如果再往下打折，或许会有人买，因为为什么？因为可以拿回家，或许可以垫便当之类的东西。垫便当，对，或许会有这样的这个状况。好，不过目前为止显然是没有人要买。好。不过这次来讲话，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内部好像有一点，很多官媒你好像在这个习近平的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中国的外交圈呢，很多人就是说有点荒腔走板。为什么有点荒腔走板？你看哦，这个我们不是讲吗？刘劲松他见这个日本的亚太司的这个亚太司的官员的时候，你看他不是用这种插口态吗？对，这个金井正很拽啊，很拽啊。这个人家就说你这个。等于是国际形象相当糟糕，大家都说你根本就是个流氓嘛，对不对？这样一个状况嘛，然后还刻意穿这个50那时候的青年装，故意羞辱日本。那人家说你这个态度恶劣，这不像是一个正常国家。你泱泱大国，你是世界第2大强权，你用这样子去做这种小动作。另外是什么？王毅，人家就说，你现在外交部长说王毅啊，可是王毅。赵文他是日本通他过去可以说是跟日本非常的交好，很多日本的关系都是由他建立。王毅之前是什么驻日大使？对啊，就没想什么这个驻大阪的这个领事说什么斩首说，然后又什么军工的这个又要说军演这样，这个很奇怪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个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吗？你怎么还会这样做呢？所以我就讲，的确。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刚才不是讲吗？高市早苗目前的民调来说，都是在往上攀升的一个状态嘛。好，另外一个我就讲，你这样做来说的话，反而激起了高市早苗的这个民调。我就讲，如果他现在民调在往上升了，你觉得他会退让吗？当然不要退，当然不会退让。所以你看，刚举行了 G20 会议，你看他就后来回来日本的时候，人家就说，那你要不要收回？他说我还是不改变我的立场。对，好，那你看他在 G20，人家很吃得开啊。你看他第一个时间就跟那个梅洛尼啊，就是这个意大利首相嘛，就抱在一起啊，很开心。你说的这个画面一看到的时候，对啊，梅洛尼吓一跳，哇！两个人抱在一起，你看他很开心。人家在 G20 会议这个很展得开啊，然后还跟什么李在明握手啊，梅洛尼握手啊，然后跟英国啦、德国很多首相都有见面这样的状况啊。好，唯独怎样？唯独就跟李强两个人就是完全不见面。好，那你知道中国还做很多小动作，你知道做什么小动作吗？这个他们 G20 领袖要发表言论的时候，你看李强就站起来。他就离开了，就走了，就离开，就不想听你讲话。那人家后来就问这个，你看就换成这个人，然后人家问他说，那你这个高市早苗这一次有没有要跟这个李强见面？他说我们没有这样规划，一开始这样说，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规划吗？为什么？因为他连中文翻译都没有带。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一次高市很硬对，这一次一开始去就是没有要带这个中文翻译去，我就是不要跟你聊，我也不要跟你瞧，你跟我聊，我也不想听，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说他跟李强当然没有任何的这个交谈，没有任何的画面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们两个就隔在这边，然后两个隔在这边来说话都没有零互动，就把你当成空气这样一个状况，这样一个情形。好，那除了他们中日两国在 G20 会议上面没有任何的互动之外，我跟他讲啊，中国不是都说我要对你军演吗？他现在都只敢在黄海那边军演了哈，不敢到往外面去军演。你知道为什么不敢往外面军演吗？因为现在美日正在东海进行军演。对，进行军演之外，你知道日本这样小泉没在跟你客气，他今天跑到哪里去？照理说了，这一次是为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对不对？
就不然他就跑到前线来了。你看他这几天跑到哪里？他跑到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我们不是说吗？从与那国岛或者从台湾的宜兰可以看到台湾，可以看到与那国岛。天晴的时候，与那国岛也可以看到台湾，距离台湾这么近，他就来了。然后他说什么？他就跟这个丁长会面之外，然后说提升自卫队的防卫能力，还有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然后他说准备要部署飞弹在这边标3式的飞弹。所以今天小泉完全硬起来，对，故意在最前线，我就放飞弹给你看的。对，没错，他就放飞弹到那边去，然后标3就放在这边。我就跟你讲，日本其实某些程度他做的比你还要强硬，对，他直接就到前线来，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你要弄来啊？对啊，他就这样做啊。好，我就跟你说嘛，日本是没有要退让的哦，他们不退让的话，反而明天要再往上走。好，那我就讲，那日本当然民众感受到这样，公司也感受到这样。那原本一开始的时候，东芝原本要跟这个日本的这个罗姆2个公司呢，准备要合作。发展这个碳化系，就跟车用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产品。对，就因为东芝后来就说，哎呀，我不要跟罗姆合作了，我转向跟做个山东的这个天越先进合作。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常常可以拿到一些所谓的便宜的东西，对，便宜的东西，不论是碳化系的晶片，或者说你有一些所谓稀土可以拿到，就原本要跟他合作，那这个罗姆就觉得有点奇怪，你原本不是要跟我合作吗？那为什么跑到跟天越先进合作了？就被他因为这一次这个日本跟中国关系搞砸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东芝又说，那我跟这个天越先进的我们就分手了，我们就回来跟罗姆半导体互相的合作。所以看起来的话，因为这一波的中日紧张啊，会让很多原本在中国投资的很多日本厂商又会回到日本来，很多日本原本跟中国的合作可能就会停止。所以讲，事实上对他现在是处在一个互相伤害的阶段。不过我就讲，以高市目前的民调跟他的姿态来说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退让。那接下来就是看中国要不要走下这个下台阶。宇轩，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件事情哦，现在中国非常硬哦，这12条航线我全部禁了，所以叫你中国人不能去之外，我连让你飞都不能够飞。然后他们还说什么？我要用在这个所谓的观光上面，我要打趴你日本。日本说什么？我没有在怕。我跟你讲，真的没影响吗？我就发现最后我错了。来，你看到这画面，在箱根，日本真的没影响，人超多的，人来人往。我心想，不会都是一些中国人偷偷来？没有，都是日本自己人。日本现在你没有来，我刚好我来挺我自己的国家。这让我尴尬死了。为什么？因为当中国呢扬言说要把所有的航空以及管线的动量一路进到明年3月，结果没想到刚好遇到了日本的我们讲劳动感谢节，3天连假。结果你知道吗？各大旅游景点因为现在正逢日本所谓的枫叶季。没有想到人满为患，比如说我们讲箱根这个地方就好了，光是你走下接驳巴士以及火车站你就傻爆眼。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人在排队，连下车都要排队，然后你去到公车站也在排队，商业区也在排队，整个你什么都不用逛了，你就逛人就好了。而且你不要以为说满口都是中国话，像说他们都是那个不洗思路不是那个吴氏全部都是日本人，转播拢里太多人了吧？对，而且从月台一路呢，再到商店街，反正基本上呢，就是你所到之处全部都是人，都排满满的。因为理由很简单嘛，他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看枫叶啊，那还可以泡汤啊。所以你知道吗？到箱根美术馆一出去之后光是这个美术馆是要进室内的对，常常人龙。然后甚至有人在那边反映说，我从来没有等过这么久，没想到中国抵制我们，就让我们这一次连假里面排队史上排最长。他说平常都15分钟进去，竟然在那边排了1个小时。他说往年都没有这么夸张，从来没排过这么久啊。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排吗？因为枫叶很漂亮，而且你知道，如果说我是日本人我一定更加有闲情雅趣。对，平常我这边欣赏枫叶啊，斯巴拉西啊，吉嘞，然后中国大陆那边兄弟啊，要不要吃面糕啊？在旁边吵得要死，整个瞬间美感都破坏掉了。如今耳根清净，才有心思去欣赏这个美景。没有中国人反而更要去。但我跟你讲开车更可怕。千万不能开车，因为有人就不信邪，搭火车你知道人排队就好，对，不是有人排队他汽车跟我们那个上雪山隧道一样这边要80分钟，这边要100分钟，所以你看这些车阵有一台直接放弃了，他可能小朋友在哭闹，他就不排了，因为他在这边到进去还要再80分钟，80分钟，我的妈呀，太久了吧？对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而且是什么通往大永谷的路上所以他们变的是说，因为这个道很小。
哦，类似像第二这样道很小，所以变得是进退不得。但我们把场景转到东京，你像东京这边呢，一样深大寺它同样有红彤彤的枫叶可以看，对，然后包括京都也一样，清水寺也有枫叶可以看，就这几个地方全部都人满为患。那你会想说啊，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吗？我想各位有几种啊。第一个，日本当地游客占最多，对，大概8成9成。那此外呢，包括什么河口湖这种红叶季，也有一些欧美游客来，但是呢，这真的是没有中国人。宇轩，这样看起来，日本的观光完全没有伤，现在日本人直接站了出来，你中国人不要来，我刚刚好而已啊，我更爽啊！结果人超级多的，不知道还是有人有伤到了啊。中国人呢，你知道他伤到谁吗？伤到谁？还伤到自己中国人，伤到自己人。哎，对，你知道吗？你如果常去日本，你就会发现第一个，中国现在真的取消日本团，他说我把60团都取消，旅游社的不是这种散客，所以呢，东京旅游公司损失150万港元，149万你换算起来台币也是好几百万。结果后来人家就发现说，这个旅游社到底是谁呢？仔细去里面一查之后，包括它的成立17年，注册呢9800万，然后接客呢有30万人，结果呢散游日本，就你看到这个东日本国际旅行社，对，细看下去发现，哇，他的老板跟董事竟然是中国人。等一下，打到自己人了。对，就是说散客根本无所谓，中国人还是照样去。但是呢，因为这种一条龙的旅行社，通常官方可以禁止的，都是由中国自己办。所以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吗？比如说，包括他的巴士注册之后呢，包车、酒店、导游，然后呢翻译，然后呢接送、医疗旅游，它都是一条龙。也就是说，我今天在中国这边承接，我跟你旅行社报名之后，到日本当地，实际这些地陪，包括吃饭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导游的地方，都是一条龙。因为你常常去日本，你就会知道，他们什么药妆店啊，跟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跟你讲中文，都跟你抄北京话，跟你抄金片子，你就觉得超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其实是很多这边背后呢，包括药妆店，都是由中国人开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你像这样冲击下去之后，这些团客不来，那真正失业的会是谁？就是你中国内部失业。所以中国自以为是说，他以为他出了招，是所谓的第一滴血会伤到别人，对，就伤到自己在日的中国人，对不对？太尴尬了吧？对，他就9伤拳嘛，伤自己9分，然后伤敌人1分嘛。但是你知道吗？有另外一个也倒大霉，但是我跟你讲，最后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也不是日本人遭殃，这是在中国开了一家日本高级料理店他这个老板呢叫做我们讲东野寿司，他就专门呢就是要做一些我们讲非常精致日本和食这样怀石料理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预约制，他说我现在的生意比疫情前还差。但人家记者如果他说为什么啊？是因为中国人抵制你吗？他说其实也不是，我们这家店本来中国人来的就很少。那为什么这是10年最惨一次呢？因为我们多数第一个都是接日本客。什么叫接日本客呢？我是日本外商公司，对，我在中国开，那我要招待我的客户，我是不是就带着这些中国人来吃我的日本料理？介绍我国的美食。所以他说是因为现在我的日本这些客户都跟中国人就是关系非常差，所以根本不会请他们来。再来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说其实我们80%本来就是用中国的产品，只有20%是这种日本空运来台进口，但偏偏那20%呢，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最重要的那种食材跟部分，就是20%现在也进不来，所以呢，变成是说中国人来吃呢，都只能吃一些他们自己我们讲土生土长的一些水产跟一些烂货。那包括有一些我们讲扇贝也是中国的啦但是他说其实日本北海道的这种扇贝最好吃就是我们讲不是有什么扇贝啊、反利贝啊，没有赖清德不在那边吃反利贝？他的意思说，现在反而因为这样整个生意变得很差。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最后受害的是谁？原本吃这些的当然是中国人，但现在等于是日本人自己硬起来。我不要再跟你中国往来，我也不要再请你请客吃饭，我就是要跟你中国对干到底，看谁胆小鬼游戏最后走到底。因为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真的有一种不寻常味道，怪怪味道，真的有一股背后是蠢蠢欲动，真的在弄习近平吗？对我们这一次事情感到非常奇怪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外交部长是王毅，王毅他本身来讲就是一个日本通，而王毅他本身又是一个在日本来讲的话有非常多的朋友。对，照道理讲的话，如果这件事情一直在往上延烧来讲的话，对中日两国是不利的。这时候王毅应该要出手才对，王毅应该去用他的过往的旧关系，然后呢去稳定这两国之间的一个友好关系嘛。但是现在来讲，看起来，他好像是要把这把火一直往上烧，一直要让它烧到无限制的一个天花板，根本没有天花板，对，就是让他两国的这个关系来讲的话，恶化到这个地步我们先讲王毅好了，王毅他本身来讲，过往在担任这个所谓的驻日大使的时候呢，
它本身的攻击是什么？因为以往当时哦，小泉纯一郎对记不记得？就是小泉进次郎爸爸了。小泉纯一郎呢，当时就把中日关系搞得非常僵。但是因为王毅派过去之后呢，慢慢的弄，弄到2008年，日中之间竟然签了一个东西，叫做东海的共同开发哦，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哦。所以你知道当时啊来讲的话，两国之间能够坐下来，然后好好谈，这是王毅的功劳，因为他是2004年到2007年是驻日大使哦。再来一件事情，我们到清水寺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面写一个，就清水寺当时切手观音哦，有一个演艺团体，这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身障的演艺团体。对，那这个演艺团体呢，你知道吗？赞助者有谁？你看到就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麻生太郎，这位就是把高市早苗推到首相位置那个背后的遗物者，对不对？对。好，旁边那是谁？温家宝。温家宝。所以什么意思呢？当时他们两个关系好到这不得了的一个地步啊。所以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来讲中日关系，在王毅那时候是搞得非常好的。然后再来，王毅难道没有其他管道吗？重点是说王毅敢讲话吗？我们记不记得川普在见那个习近平的时候，他说旁边有坐好几个人，然后川普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敢动。对，特别是像蔡奇啊，习近平旁边坐的就是王毅。对，那王毅呢，基本上他也不敢讲话，所以什么事情呢？知道的不敢讲，然后呢，不知道的可能讲一大堆。然后知道了不敢讲，为什么呢？怕丢官位之外就算了，说不定啊，把这个火在越引越大的时候，那反正是上面负责嘛。对。所以今天来讲，为什么胡锡进会讲那个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看起来是没有人在踩刹车啊，对，看起来是有人刻意在吹油门啊，再给他吹到中日，把它吹到底。现在呢，是不是因为习近平到了第3任任期的时候？很多人想要搞他，但是搞不下来，干脆就让什么整个情势失控。什么情势失控？国内情势也失控。你看习近平上任以来，为什么国内弄不好？对，失控，你要搞就让你搞啊！搞到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到现在是什么样子？房地产崩盘，股市崩盘，然后什么东西不行。那国际事务呢？本来全世界大家都看着中国，跟中国伸手要钱，然后跟中国好来好去。结果现在呢，专业的像王毅来讲，或是像其他人来讲，撒手不管了。对，这个也让什么？让你失控嘛，是失速列车的概念嘛。这时候呢，就整个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都搞不好的情况下，外交也不行，内政也不行，是不是这样子？有个借口叫习近平下台啊？这就是或许啊，你知道在所谓的21大之前呢，或许有这一种氛围就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讲低级红、高级黑？其实搞的可能是习近平他本身。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